嗨，能听得见吗？好久不见，各位。会很暗吗？因为我不太喜欢开我房间这个灯，我房间这个灯是白色的，我不太喜欢白色的灯，感觉太亮，所以就干脆不开灯。我头发挺长的，这已经是我剪过之后，对，因为我有最近就还是有想留长一点的想法。看见了吗？这个是不是很好看？才怪呢！这是我去完那个医院，然后打那个针。我去医院检查身体，然后医生跟我说，身体刚刚好，就是比较缺脂肪，就是偏瘦，然后偶尔要去多晒晒太阳，缺少维生素 D，对，然后其他就是特别好，肺啊、胃啊、心肝脾肾啊这些都特别好，所以我就不用担心了。对，然后我视力也特别好。对，特别神奇的是，今天我测了一下，然后我发现我长高了一点点，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机器的问题哦，因为我平时大部分的时候量的都是刚刚好，不差也不少，就1.75米。然后呢，我有一次回澳门办那个更新那个身份证，因为身份证上面是要写身高的，然后用那个量呢，我就变成了1.74米，然后我就非常的不解。然后今天呢，在一个大的医院做这个体检，然后是1.75.6米，还长高了一点，所以其实我也不太知道了。不过我还是相信，就是大医院嘛，对不对？大医院，所以我相信是有长高的，0.6也是距离啊。对，我不仅这个，这还有一个，那是因为这里抽完血，这里抽完血之后，他在上面再给我注射那个，因为要做胃镜嘛，注射那个睡眠的，然后发现这有点疼，然后就给我打在这。对，全身检查，就各方位全部检查，没毛病。花了几十万韩币，得出了一个结论：老铁没毛病。好，都不知道去检查了个什么东西。其实我也相信自己很健康啊，但还是口说无凭嘛，就想着去行测一下吧，然后就测了。我头发好长哦。
今天就没有特别的事要干了。本来今天要去一趟银行的，但是有点晚，银行就关门，就算了，以后吧。所以今天就没什么特别的事情。我就想，没什么特别的事情的话，也好像很久没有看大家了，那就开个直播吧。我抬头纹了，我的天哪！我有抬头纹呢。算了，谁没有啊？不去想它就好。最近我们，对啊，都在准备一些项目这样子啊。对，肯定是准备了，就不，没有说一直休息，就是肯定是在不同的时间会准备一些其他东西这样子。不好意思，细说不了，这个细说不了，我还没有那个权利。虽然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人有说过，我怕公司会看我这个直播。不用管他们，不行啊，我还是要听公司的话的啊。不勇敢，我不勇敢，不能勇敢，在这方面一点也不能透露。我只能说，如果有其他成员透露的话，就他们就真的 respect。录音肯定是有录音啊，很多都有录音啊，就正常了。就准备很多东西的时候都会有录音啊。为什么房间那么黑？我拉了窗帘呢。对啊，因为拉了窗帘呢。那大家最近都在忙什么？学习、考试，有军训的，有吃饭的，背教资的，补网课的，午觉刚醒的，可以啊。听讲座，忙着睡觉的，可以呀。上班摸鱼，不行，要好好上。哎，也不能把事情说那么绝对，自己衡量吧。不能做的，这个部分都是这个以前漂过很多次，然后有染过很多次头发，所以这个发质就这里的不太好，这些都是新长的，这些就不太好，所以如果烫的话容易会断掉，所以还是等以后吧。没有打游戏呢，最近有时候看书，有时候学韩语，这是我的韩语课本。这可以吗？没有什么之类版权问题之类的吧？应该没有吧？
反正我这个学韩语的课本呢，它是英韩的，对，没有中文，所以同时就可以学2个语言，特别好。这个是中级哦，중급。对，我学的比较慢，我现在还有上韩语课，但平均也就1个星期上1次吧，对，并没有上特别多，而且我也没有机会练习其他外语，因为身边的人大部分都是讲中文，所以我看还有什么书啊？哎呀，这是我，哎呦，突然发现自己好有文化。这是我之前看的那本书，已经看到这了。这是叠起来，还没看完。然后看完这一本之后，我打算再看一本这个《财务自由第一课》，这个我还没开呢，这个留着看，留着以后有空再看。哎呀，然后就没什么了，都是一些其他韩语课的书，然后还有一些笔记本，没了。那现在很方便啊，就很少会用到书，在网上也能看得到。然后你要记什么东西的话，在这个平板上面就好了。我头发好长。文化没有了，就普通上完这个9年义务教育，我觉得大家都上完9年义务教育就很就是文化人啊，最起码基本的都知道。啊，手上贴的是什么？贴纸。这个不是老师奖励的小红花，这是医院护士给我硬贴上去的，不然会流血。哎，还不止一个，哎，我还有第2个，等会再把它撕掉。哦哟，这边特别冷，现在。谁说我去看儿科啊，兄弟？这不是这个是我这个成年人去一个大医院，一个成年的医生护士给我贴的这个。但为什么贴这个？可能是儿童门诊剩下的吧。然后这个也还好啊。不是儿科，不是儿科。我这个身高，我一进去，小朋友都吓到了。哇，这么高，这个哥哥怎么会来儿科呢？不可能，不可能。我长得也不像儿童吧，虽然我年纪确实是不大，但怎么看都是个成年人吧。叔叔，竟然有评论区一群人叫我叔叔的 ？What？ 什么玩意儿？谁跟你叔叔的？把我说的怪老的。对，现在年纪是慢慢往上走了，但是也不能是叔叔呀。现在你先说你们几岁？就各位大伙们，你们是几岁？哎，大哥，我看到很大部分都是20哎，那20你叫我叔叔不过分吗？很过分的好不好？我也就大你个一两年而已啊。
马上90岁，马上90岁，漂亮。黄叔叔好，谁跟你黄叔叔？我才不是你黄叔叔，我是帅哥。哦，我刚刚为了开这个直播，我还特意把胡子也刮了，不然的话，这是个黑麻麻的一片。你看，我为了大家多用心，我现在开始注意自己的形象，对不对？擦擦，皮肤好，皮肤是还不错，但感觉我这个 camera 好像有这个美颜。我最近玩什么游戏？大家最近有玩什么游戏吗？哦，我看见好多都在刷这个《哈利波特》啊，《Harry Potter》。扫雷，old school，消消乐，目前联盟手游版，蜘蛛纸牌，old school，可以啊。斗地主，偷菜，old school。釜山打字 ，old school。你别说，我以前也是经历过这个釜山打字的，就以前上这个计算机课程的时候，让我们就要练打字，然后我是打的特别慢。对，我到现在也是，就我打字的速度，给大家听一下我的速度。比如说有键盘，我打一个自我介绍，我是皇冠很好了。我是这个速度，就比较慢。不是笨，是手速不够快。哎，什么老年人，只是打字慢了一点而已嘛。我怎么在这个直播间里面突然那么憋屈呢？一下就要被叫叔叔，一下就说我是打字慢是老年人。我才20出头，啊，不能有抬头纹。我才20出头。所以现在很好是，很多特别是这个手机游戏就出了这个，摁着这个讲话，然后它就会自动变成这个文字，这个还是蛮好，就省去我很多打字的麻烦。对，我手机那个键是26键，26键我打的是拼音。我以前尝试过打5笔了，就很小时候，然后就发现特别麻烦，然后就改成26键。所以5笔是会，但是是真的就这样子，那是很小时候，然后就放弃了。
但我以前也有一段时间是手写。你们又说啊，爸爸妈妈才手写，我也手写，但我没到那个年纪。谁说这个年纪不能手写？因为有些字，你怎么说呢？打不出来，对，是真的打不出来。比如说那个字，我就经常就要用手写。比如说我想打这个粤语好累这个意思，然后粤语是好攰，但是我不会打这个攰，但我知道怎么写，那我就肯定用手写啊。哎，有人打出来了，你是不是手写的？对啊，这个积累资历啊。那拼音是怎么打？GUI 吗？试一下。没有啊。哦，有喂、贵 GUI 有喂、哦，我好聪明哎。啊好了，以后这个字不用手写了，这个是 GUI。OK，学到了，学到了。啊，我开这个直播间是为了提升自我，吸取文化。谢谢大家，谢谢。哦，原来是这样子。谢谢。不是笨，只是方法没找到而已。我在宿舍吗？对啊，我在宿舍啊。现在我在我的房间，房间就不给你们看，啥都没有。我房间什么都没有，给大家介绍一下：一张床、桌子、电脑、椅子、电子鼓，还有一个小柜子，没了。没了。对，医生说我要晒太阳，但是我不想出去。现在还有疫情的原因，对不对？不是我懒，对，我是为了大局观、格局，对，不是我懒，不是我懒，肯定是这样子的。Yes，多晒太阳，好。我对有一点懒了。窗帘，因为窗帘拉开的话，外面都看得见，就不想拉开。我只有在我出去的时候，怎么样才不拉窗帘？哎，我看那个刚好有人说万圣节，还有多久啊？哦，也快了。不知道，看公司安排呗。
你们是不是要穿秋裤啊？大家有没有穿秋裤的经验？其实有时候是需要穿的，但是我是真的不喜欢，感觉被禁锢，是一个枷锁。有啊，我妈以前也让我一直要穿啊，保暖啊。我妈觉得我冷，但有时候就是真的不方便，所以保命要紧。哎呦，也不会死啦，就是阿明也不会怎么样啊，但是想穿就穿，不想穿就别穿，就这样子。老寒腿，老寒腿，不会啦。对，我告诉你们特别有搞笑的一个事情，因为你知道吗？人肯定会是偶尔突然就会有点不舒服，不管是哪里，或者说突然耳朵疼啊，突然这个长一些痘痘啊，就一些小的东西啊，不管是哪里。然后每次有这样子的时候，那我就会说我这个肩膀有点痛啊，我这个嘴唇啊有点痛啊。然后如果肖迅听到的话，他一定会这样子，你上火啊，你上火呀，你热气啊你。然后我就有果然是我们故乡那边的人，广东人，对，没错。因为真的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毛病，你都是上火。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可能有时候打游戏打到眼睛干了，眼睛干了，上火。不过这里开玩笑了，主要是想说，就肖勋还是有这个养生的意识，然后他也会蛮关心我们，然后他有空也会煲个汤啊，然后煲一些这个反正就是有营养的一些那个雪梨水啊之类的，对。以前板蓝根很多，肚子汤啊，但是喝完了没了，没了。补货补货，行，我等会叫肖军帮忙补一下货，因为他可能会有渠道，他知道怎么弄回来，我就不知道。板蓝根找代购。买一箱发我公司去，不可能。但是我不开玩笑，我真的不开玩笑，我很认真的。我在这，我真的想夸一下肖军，他真的会煲汤，真的，英重。
而且是就反正挺好的。谁会啊？你们谁会？很多人都会耶。我家人的话肯定也会啊。那让我自己的话，如果是家人叫我做的话，那我会啊。但重点是比较懒，我也不会自己就是买很多食材啊，然后或怎么样去弄。我做饭的 level 饿不死，对，就自己弄一些简单的炒饭呐、炒一两个菜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对。但你说好吃，非常好吃，那倒不至于。对，你说炸掉厨房，那也不可能。叫坤哥教我，可以啊，反正坤哥什么都会。板蓝根泡饭，什么玩意儿？蓝根泡饭，什么玩意儿？黑暗料理是非常的黑暗料理。卡了吗？还有吧。手上贴的是什么？又问这个啊，老师给了小红花呀，哈，没有，医院给的。我要回答几千遍啊！这是超人变声器啊！啊！哎呦，儿科不是 no 儿科 no 儿科，me 成年人 no 儿科。If I go to 儿科，the doctor 不会让我进去。英语真好，谢谢。英语当然好呀。中文真好，中文不错。散装英语，你说散吧也不散，你说不散吧它也不散。对。粤语就不用说啦，这太厉害了，已经，就完全是不需要去学习。我这个出生第一个就会讲的就是粤语，
然后大概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第一次接触这个普通话，然后是好久时间我都就是不太听得懂，也不会讲，所以我印象中啊，我1到3年级就是几乎没有听过课，那是因为普通话教学嘛，那我就完全听不懂，所以我是1到3年级我都是一直在学这个普通话，怎么说怎么听，然后慢慢慢慢就越来越好，就没问题了，然后现在就对，完全没问题啊。说实话，我个人觉得我自己是没有口音的，对不对？我觉得我的普通话应该是标准的普通话。对，谢谢。我有吗？没有，没有。哎，就是如果我把普通话慢慢说，一字一句都念标准的话，那是非常的标准。但是如果像日常的生活，就是没有注意那么多，然后我就说出来的话，就可能会比较偏这个粤语，粤语对不对？但是如果像我现在这样子讲话比较慢，一字一句的蹦出来，其实是听不出来我是有口音的人，对不对？这样子不是这样子，这样子，对，是的，我为我的普通话评99分，没错，谢谢。觉得我普通话还要去考吗？不用了，就直接就是当监考老师的料，你知道吗？太厉害了我。你想，我打字都是用拼音的，我的普通话怎么可能会不好呢？对不对？对不对？So easy。就一个黑色的，没什么特别。我现在就在看新闻呢，用 iPad。嗯。看韩语新闻还是中文新闻？那肯定是中文的。韩语我看不懂。就我来了这个什么，来了韩国之后，我学的主要就是说和听，读和写也有啦，但会比较偏弱一点，因为我来的时候是完全就是韩语老师就是韩国人，所以他就直接就是我完全什么都不会的时候，他就直接用韩语跟我聊天，
所以就硬聊，对，硬说。然后我们的课程内容也是比较算是针对性啊，对，然后就是听说会比较多，因为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听和说嘛，然后比较注重这一方面，然后所以看啊，然后写呀、就会是会，但比较弱。所以有时候我点这个外卖的时候，然后他不是用韩语写的嘛，我就要去很仔细的这么看，strawberry 啊，strawberry 啊，我要去这样子念出来才知道啊，我不能一看哦 strawberry 这样子，这也是我不常点外卖的原因，都是交给队友点外卖，因为我不太就是我看的会比较慢，我还要去翻译，比如说我点一个饮料的时候，哦，coco not 啊 coconut 这样子，然后我就看的比较慢。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在这个 Bubble 上面打字，都是我用那个系统自己带的那个小麦克风，然后就摁着，然后讲，然后它就会自动变成文字。对，我通常都是这样子，不很多都不是我手动打出来，我手动打出来的话就会间隔就会特别久，因为我要一个一个这么摁上去。对我还是不是特别熟悉。Buffer 这个软件真的是，我有时候也有看过，就是它这个翻译确实不能，就是一直相信啊，它这个翻译偶尔还是会出现一些失误的，还需要有待提升，这个提升空间还蛮大的，所以希望 Bubble 可以就是越来越 upgrade，对，可以的。我之前看过有一些这个翻译，然后就我自己也被笑到了，但我只能说尽力了，尽力了，对不对？也不是老冲浪，就偶尔会看见，然后这个特别好笑。我看的都是比较好笑的。所以我现在打开一些视频软件，推荐的给我只有几种东西，一个就是徒手造房子，一个就是旧物修复，一个就是一些人的开箱视频，然后还有游戏解说，然后还有这个摆脱穷人思维的4大要点，财商思维，然后还有
一些那个 rapper 外国的介绍自己房子的，都是推荐这些视频。哦，10分钟简单易懂，什么是金融？金融环境，然后还有徒手野外生存30天建房子。哦哦，就是这些。我不知道，因为有时候我看这个旧旧的物品，然后那个翻新变成好的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特别治愈了。对我来说，我感觉很有意思。然后看的时候，他们就是那种视频，他们不会说话，就是一直给你看他怎么修复啊，然后怎么把零件摆好，然后怎么一个给它弄好，然后特别有意思。开课，其实我真的，说句实话，我为什么要去看啊或学习很多东西，就是因为我不会。我其实真的很多东西都不太知道、不太了解，所以我才去学习。很多东西都是学习当中。让我看这个自拍教程。什么呀？我的自拍很奇怪吗？会。哎，其实偶尔是啊，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拍好。我现在就看一下。自拍教学，男生如何自拍更帅？10个自拍小技巧。3、2、1，茄子。谢谢哥哥，我看看效果啊。你是什么表情？你真不会欣赏了。But, and it's a big but。好的自拍我看了，你很帅。Best lighting on your face. Normally, the best lighting comes when you're facing towards the sun. 然后给你一个网红的 tip， 如果你在里面白天的时候，你要找 window and face 向着阳光拍 face the window and take a 自拍。 face the window and This will give take a your face 自拍 a lovely glow because the sunlight coming in from the window is the perfect lighting for pictures. Will also make your 阳光光线是最好的光线。 and also help you cover up any dodo. 我就是这样 cover up my 痘痘，我没有。第二个 background 背景。背景如果你在你卧室里自拍的话，然后你后面有你自己的床，床上有很多衣服、很多东西，很乱七八糟，不好看。乱七八糟不好看。 Do not have a messy background. 不要有不好看的背景。 Aesthetically pleasing background. 然后如果你的背景搭配了你的眼睛的颜色，那我给你满分，我给你点赞。喂，什么是什么？如果我的眼睛搭配这个背景颜色，怎么搭配啊？好吧，算了，学不会，就那样吧。我是拉开点窗帘吧。哎呀，哎呦，是不是突然就亮了？好像又太亮了。
这个，诶，这个衣服德军送的，我这个冬天就只穿它了。他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对，我今年不止今年，很多年的冬天我都只穿它。我头发好长哦。晚饭吃什么好呢？又是到这个难题。想一下，昨天晚上吃了麻辣烫，那今天就吃除了麻辣烫的东西，换一下口味。螺蛳粉儿，螺蛳粉，楼下有，看一下他们够不够，够的话就拿2包上来。炸酱面，炸酱面还行，不是特别喜欢，但也可以吃。火锅，我问一下大卷。哎呀，卷，打唔打邊爐？哦。算了，别打这个火锅了，还是吃简单的吧。对啊，熱氣啊，生火啊，非常的熱氣啊，非常的上火呀。我自己一个人吃火锅，这是得个人观点了。我觉得一个人吃火锅就有点太寂寞了。你们有过这样的经验吗？一个人吃火锅太爽？不会吧？太可怜了。诶，大家是不是有这个什么？我不太就是不太爱社交，所以就觉得一个人特别爽，对不对？个人觉得啦，就没有好和不好的意思，就个人觉得啦，一个人吃饭的话会很孤单呐。问一下黄仁俊。啊，等会问。好，就是我尊重每个人的这个所谓的社恐与不社恐，因为确实会发生嘛，而且现在这情况，很多时候都会把自己关在家里面，因为疫情还没有结束的原因，然后还有其他等等的原因之类的。然后我自己有时候突然想到我自身的一个问题，最近也是有一点怎么说呢，也不算是困扰，但是让我有想法的一点就是，其实就因为蛮多人都可能会比较害怕
认识新朋友啊或怎么样，所以我有时候也会蛮怕我的这个热情或怎么样会吓到对方，所以听上去有点好笑。对，所以我就在想啊，我又不想给这个对方有负担，因为我怕有时候我自己的一些热情啊或者怎么样，然后就会让有部分人会觉得有负担，因为真的有人会这么想，然后但是我又不想这么长长夜夜的，所以我就对啊，当然是要找这个 balance 啊，但是如果是你们，我就想听一下你们的意见是怎么样。很多人说啊，我不怕你来找我，对，所以现在要找你们嘛。果然啊，看了这么多，其实每个人，大部分人都是不一样的想法，那确实是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也不能就是迁就到所有人，对，就有个度就行，别超过那条线就行，对吧？因为如何跟朋友啊、跟同事啊、跟上司啊、下属啊等等等等打交道，也是一门学问嘛。然后我也很多东西正在学习，所以我也需要知道一些很多的人情世故，对不对？没有人啥都懂。对，慢慢经历呗。哎呀，也不是说什么什么真的长大很多啊，或者老了怎么样，但人确实会变嘛。就有时候想回以前，就确实我发现自己变化还是蛮大的。也没有惆怅啊，就只是刚好就想到这个问题，然后跟大家聊聊天而已嘛，就聊天嘛。我也没有什么烦心事，也没有怎么样，反正就是开心也是过，不开心也是过，对不对？反正我是选择开心的过，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每天都可以发现一些新的东西。有测过 MBTI 吗？哎呀，说了应该蛮多次了，但是是不是还是有人不太知道我的 MBTI 是什么？我看一下，
有人不知道吗？哎，大家都知道哎。我是什么时候告诉大家来着？忘了。对，我是 ENTP。但是 ENTP 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呢？就是我有看网上就是解释啦。ENTP 的人是怎么样？爱怼人，还好啦，还好啦。我的 MBTI 这个性格测试是 ENTP。看一下 ENTP 是怎么样？哦，外向是吧？还行。外向吗？我觉得我有时候也挺内向，我挺容易害羞的。才华横溢，哎呀，还好还好，一般一般，就是还在学习。玉树临风，哎呀，哎呀，说到心坎上面了，哎呀，我的天呐，原来 ENTP 是这样子的，太有意思了 ENTP， 完美。有创造力，对，还不错。自恋，这个不是自恋，就是事实罢了。健谈，还好吧，得看是谁。能文能武，哎呀，没有没有没有。会变色龙是什么鬼？能吃，我能吃还好吧，我吃的不是特别多，但也不少。你们是不是随便瞎猜的？我还是自己来。ENTP。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ENTP， 16种人格形态之一，代表外向、直觉、思考与理解，这就是我嘛。还有什么解释的吗？没了，就这样啊。再看一下其他的。哦呀 ，ENTP 的分析啊，括号括弧发明家最配合的性格组合 INFJ， 谁是 INFJ 是谁？是谁？我们很搭哎。INFJ 虽然是不一定啊，但是他这里写的是 INFJ。我身边的人有人是 INFJ 吗？Mark， 董思成，是吗？他们是 INFJ 吗？10， 是吗？
真的假的？金廷佑是吗？这么多 INFJ 的吗？不是吧？真的吗？我等会去问一下他们。那还蛮多人跟我配合组合性格哎，最不配合的，哎呀，最不配合的性格组合是 ESTJ。ESTJ 是谁？是谁？应该没有人吧？我一说最不配合的性格组合，全部都在写，不是我，不是我。哎，其实这都是这么书面上这么写，但其实啊，就肯定是很多变化的，对不对？OK，来再说一下 ENTP 创新分析性的改变计划者。Oh my god， 喜欢与人做事倾谈，会尽使用可能性，喜欢用分析能力解决复杂问题，兴趣多方面，用心做事也感动别人做，开放会尝试用新方法，喜欢斗志，喜欢发明设计，不喜欢规律的工作，很想了解人，有幽默感，生活好像勇敢的冒险家，能供给家庭需要，不是一味附和者，机敏，敏捷是吧？哦，OK。有点蛮多的嘛，不错不错。对 ENTP 的人的描述，这是网上这么写的啊，网上这么写的，友好可爱，坦率直言，才思敏捷，精力充沛，玩世不恭，富有想象力和创新精神，好奇灵活，不可预见的，有逻辑性，善于分析。不会是我吧？哦，是我哎。啊，我就是这样的人。哎呀，原来我是这样的人呐！啊，通过这一次的直播，我就更了解了自己。对，我更了解了自己。什么叫皇宫卖瓜，自卖自夸？哎，事实而已，没有自夸，没有自夸。那网上这么写的，虽然对不能尽信，但是大部分都对的，是不是？啊，蛮多优点的，不错，是一个好的 MBTI。哎呀，网上需要分清真与假，对，这点是对，但它不一定是假的，也不一定是真的，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对，哎，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反正我觉得刚刚这个内容是真的，真的。没了。我们是这个相信科学，不封建迷见，
对不对？但是呢，我还是好奇的看一下星座。天秤座，大家不封建迷信啊，也没有什么，就是完全就是聊聊天这样子来看一下这个天秤座而已，对不对？来，我们来读一下啊，天秤座，幸运颜色紫色、蓝色。我这还有写这个，掌管身体部位肾腰，所以我肾好腰好吗？是这个意思吗？我不太了解啊。OK， 这个性格呢，凡事要求公平，也极力反对不公平的事，是天秤座性格最明显的地方。他对于不合理的事采取激烈的态度，不是愤怒，便是冷漠以对。他们事事要求平衡，与别人维持关系是他的人生目标。所以我刚刚才会问这些问题。喂，很对哦。大家不要封建迷信啊，只是好奇看一下文章而已。他们最容易感到寂寞，所以我才不理解说一个人吃火锅。他说到我刚刚所有的东西上面呢。OK， 继续。许多时心灵上出现空虚，虽然分享是他的人生座右铭，可惜容易流于将自己的一套想法加诸别人身上。正所谓用自己的尺度量别人的尺度，天秤座的朋友要小心这点啊。这个不对，不喜欢做决定。不喜欢做决定，因为他们不懂如何决定。很喜欢逃避现实，犹豫不决，不知所措，不知道下一步可以怎样去做。他们又最怕寂寞。这个不对。哎呀，这个有意思，天秤男。天秤男很容易和人接触，喜欢向人们展示他的社交魅力。很少有人能抗拒他的优雅气质。他们不能过孤独的生活，很重视朋友间的交往，而爱情、婚姻对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他们需要爱情，渴望倾诉衷肠和赢得别人的好感。他们要在自己建立的关系中找到幸福感。天秤男不喜欢丑恶与粗暴，希望自己生活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幸福美满之中。为此他总会在意别人的眼光。这是别人的眼光。不与人相争，一心想使别人满意，从而使自己没主见。天秤男不会把不满说出来，而其实他自己也不清楚破坏他内心平衡的到底是什么，所以经常是完全没有任何征兆的变心了。他们搞不清楚爱人那边是什么状况，同样搞不清楚自己的状况，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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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太对。好吧，有优点缺点，时间关系呢，我就只说优点吧，对不对？责任心强，温婉善良，平易近人，重感情，有求知欲，
善解人意，因事制宜，适应力强，爱好和平，大度，与世无争，审美能力，追求平衡感，有这个外交手腕，能屈能伸。他缺点看不见，他这个看不见。哇，他这个还有区域啊，是9月23号到10月2号的这个区域哦。再提一嘴啊，这个就是读文章而已，大家不要这个什么封建迷信，我相信大家都是有自己的这个判断能力的。OK， 我也只是跟大家就这么聊聊天，对吧？性情文雅，彬彬有礼，漫不经心且可爱迷人。哎呀，不对，但这并不是一个时期，事事处处都能随和通融的人。你的命运取决于你周围的人，尤其取决于你兴趣的头像，因为你的一切几乎全受感情的支配，而你自己从来不独创什么。美的鉴赏力和艺术才华都很强，但需要有好的火星与太阳方位，或者你的生辰星位是处在一个较强的星座中，这样才使你的艺术才能真正发挥出来。成功的婚姻是你幸福的基石。不好意思啊，这里的可能是我阅读能力有点问题，我不太了解他刚说的是什么东西了。好像没了，就差不多了。我魅力太强了，哎呀，我怪不好意思的。那个叫天秤座吗？不好意思，那个不是天秤，天秤都可以吧，反正我是2个都叫了。天平、天秤差不多，听得懂就行。杨洋也是天秤座，我跟杨洋很多都一样。我学那个血型也是跟他血型也是跟杨洋一样。其实蛮有意思的，这么看一看，虽然很多专业术语我都不太懂。生肖我还真的从来没看过，等会啊，我是兔子啊。生肖兔，个性属兔的人呢，他性格是最好的性格。哎呀，认同。属兔的人往往特别温和文静，我太文静了。谦有礼，潇洒机敏，精细耐心，善良淳朴，富有责任感。和其他属相比较，人们更喜欢属兔的性格。哎呀，我脸都红了，不要再这么夸了。在正常的情况下，属兔的人对工作兢兢业业，认真细致，一丝不苟，有高度
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哎，不行，我不能再读下去了。再读下去我就嘴角就到眼睛了，一直笑也是蛮累的。不要封建迷信啊，大家。只是分享一些文章而已，对，文静，文静很对啊，就怎么说呢？该文静的时候还是很文静的，对，非常的文静啊。这头发挺厚的。哎呀，他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嘛，我只是对念了一些优点而已。啊，没了。吃播，别了别了。扎头发，算了，别扎了。这头发长度还是比较尴尬，能扎是能扎起来，但是就那样。扎，都是扎起来，扎，不，学会拒绝，谢谢。好叛逆，都给你们说成是去儿科的人了，怎么不叛逆呢？拒绝我的拒绝，我拒绝你拒绝我的拒绝。反弹，反弹，再反弹，弹，反弹句号。确实我嘴唇有点干，我等会我涂个唇膏。OK， 涂完了，不干了，不干了。睡在外面，不知道，不知道。
唇膏啥牌子？唉，我算了，不说了。我要好好的祈祷一下，以后有没有一些对不对唇膏的广告，对不对？所以现在就不告诉你们了，不告诉你们我用的是什么牌子。我不会放在小黄车上链接。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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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广告商，啊，来吧。其实有时候就也不是特意去看，但有时候就看到就觉得特别很多有意思的东西，比较好笑，然后就也不是说学会了就知道哦，原来有这样的东西。晚上吃点啥？This is a good question。晚上吃什么？米粉、麻辣香锅、火锅。炒饭、锅条、米线，儿童套餐就过分了，是不是啊？What are you doing?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我都说了，我不是儿童了，已经。我也想回到儿童时候，回不去呀。还儿童套餐呢？虽然这茶店也可以吃，但是，已经过去了，我已经不是儿童了。儿童套餐啊，给刘洋洋吃吧。对，他可以吃，他非常的符合。没错。不是都是小朋友，只有他是小朋友，我已经是一个成年的大哥哥了。炒粉蛮想吃的，想吃炒米粉。但我不知道外送可不可以送，不知道这附近有没有店，就是做这个炒米粉啊。给我说饿了。
我想吃澳门茶餐厅啊！哎，不是，反正是茶餐厅，我就想吃啊。这是我一直都很喜欢的，我特别喜欢吃这个茶餐厅，然后里面很多东西我都是我的最爱。然后这个dim sum也是，哎呦，想到就流口水了。但可惜现在没有得吃啊。唉，我想吃茶餐厅啊。我就越来越暗嘞。好，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灯啊，为什么我不喜欢开这个灯是有原因的。就很白，就很亮。哈，开这个吧，我比较喜欢黄色的灯。放哪？灯的话，我不太喜欢这个白色的，我喜欢黄色的灯，有更温馨的感觉。你看，刚刚好，对不对？哎呀，让这个灯照着会更帅吗？哎呀，早说嘛，对，那行，那就这个灯吧。嗯。Let me see 还有什么东西比较有意思？你们先聊会，没事看看相册，看一下还有什么照片。并没有。对，现在有时候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一起吃饭或怎么样，然后就会经常的谈论到这个猫猫狗狗以前小时候的样子，然后就因为每个人以前都拍很多照，就猫猫狗狗，然后就如果一聊起来就不会停不会完，然后就看以前的照片，然后发现他们瘦的还是瘦的，然后小的还是小的，然后白的还是白的，当时所以就哇，长大了之后变大，变化真的蛮大的这样子。现在杨洋就主要着手就是
帮忙照看猫猫。刚刚我也下去看了他们俩。他们俩还是一如既往的可爱。贝拉不在呢，现在。哎呦！这个得问老肖啊。贝拉上大学去了，小心以后考试他就坐你旁边哦。我手上贴的什么？又问。我手上贴的这个呢，叫做止血贴。对，不是去儿科的时候给的，是这个正规大医院去完之后给的，不是儿科。OK， 它只是长成这样子而已。那为什么要贴这个？那是医生护士的个人爱好，我们要尊重他们个人爱好。这有一个，那是因为我今天体检完，对，然后一切正常，花了几十万韩币去做了个检查，这很正常，就得到了一个心安理得。对，唯一一个就是，哎呀，对了，算了，需要多晒晒太阳。对，说我缺氧，哎，缺太阳，缺维生素 D。对，没错。缺钙、缺氧，什么玩意？就是缺太阳。维生素 D， 他是这么告诉我，因为我也不太这么了解，但他就说啊，你比较缺少维生素 D 啊，哦，这样还是要多晒晒太阳，然后也可以从其他这个方面可以补充，可以在吃的上面补充啊，这样子。那我就哦好，谢谢，那就走。那是缺钙的意思吗？那是肾虚的意思？别吓我哦。光合作用。我还是上过一点生物课嘞。叶绿素，多伸懒腰就好了。需要补钙，早点睡觉。没有叶绿素。多运动，多喝热水，多翻跟斗，多呼吸，多打游戏，多来找我。还有什么？太快了。多发泡泡，多直播。啊，原来是要这样子啊！啊，原来缺少一个维生素 D 是需要这样子，多练拳，多直播，多倒立，多发泡泡，多想我，多喜欢我。
多喝烫水，多发照片。原来多发照片可以抵消这个缺失维生素 D 哦，好神奇哦！果然，别人对我的提醒是有用的，就是少相信网上讲的东西。多吃儿童套餐。大伙儿，我觉得你们需要去体检一下。都去玩滑滑梯？什么？医者不自，没钱去，都玩跷跷板，不是骗我。多下载反诈什么 app？ 没看见。多去开碰碰车。没想到缺少这个维生素 D 会引发出这么多的方法啊！什么玩意儿？多发呆，哇！大家的这个想法，这个创造力真的很厉害啊！你们才是 ENTP 吧？很厉害呢。多发微博，多直播，多胡说。什么？多睡觉，多喝茶，多眨眼。还有什么？多说话，多帮我写作业。哇哦！多回家。多玩电脑。多帮大家上课。Oh my gosh！多上洗手间，多泡脚，多撒娇，多穿绿衣服，多考试，多跳舞，多化妆，多吃饭，多刷题，多染头发。No， 多剧透。我觉得吧，我还是这个维生素 D 啊，我就不打算补了，就这样吧，就这样吧。想补个维生素 D 也太难了。不行不行，这样子的话，我还是宁愿缺少这个维生素 D。行了，大伙儿，我不补了，这个维生素 D 我已经放弃了，各位。
哎呀，你们也太有想象力了吧！你们的创造力是真的丰富啊。你们的脑袋瓜子到底装了个什么东西？可以啊。装了我什么玩意儿？哎呦哎呦，大伙儿不用太为我的健康着想了，多为自己着想一下吧。反正我已经今天才刚去完体检，医生说 OK，没有问题的。对，身体刚刚好，刚刚的好儿，非常的好儿。我希望大家也可以拥有一个非常强迫的身体，不要有病，就是不要有生病，对，然后大家平时要多多管理。其实我也建议大家就是定期定候去做体检，这样子的话可以就是对症下药，就是更加健康的生活嘛。突然来个老铁，谢谢老铁666给我整不会了。我还没走，我先播着吧，想走的时候再走。大家嫌我播的时间长是不是？因为我今天没事干呢。今天不是没事干？今天是休息的一天，因为今天做完了体检，所以就比较休闲今天。来，既然没什么事做，进行一个 Q&A 环节。来，大家想问什么你们问，我选择性的回答。看一下大伙儿对我有什么好奇的地方。开暖气了吗？开了，有地暖，但温度不高。我的头发可以放生？头发可以放生吗？你开玩笑。什么时候剪头发？其实我上一个星期才剪完一次，但其实多数是修理了，因为可能就是我想留长一点。长高了吗？有长高，这是上一年就是平均都是175量的，然后今天量的准确的就是1.75米，所以是长高了0.6，四舍五入就是0.6变1的话，那就是1.76米。谢谢。怎么长高的？还真不知道。有看游戏比赛吗？有时间刚好刷到就看，不会主动去看。体脂多少？体脂是
医生跟我说正常男性是20%，我记得没错的话是20%，然后我是6点多，我好像是6点几%，所以说他就说我这个体脂特别低，不行。我确实是没什么肉，因为我这个就掐上来就都是皮。我不是看错，是真的6点多，正常是20，然后我是6点多，所以就瘦了点，就是偏瘦。万圣节想准备 cos 什么角色之类的，不知道哎，这没想，以后吧。我的英雄联盟什么段位啊？哎呀，不高，对，不高。怎么护肤，就看用什么产品了呗。最近看的电影是我跟肖俊一起看的，那个《Venom》毒液2。我是怎么去到 SM 当练习生的？我是不是 audition？不是 audition，是那个 casting。对，逛着逛着街，然后就被星探找到了，然后我就来了。晚上吃什么？还没决定。最近看的书一本书叫做《细节》。什么声音？那是做饭的声音吧？想染什么发色？没有，自然美是最美的。用什么香水？我不用香水，目前不用香水，因为以后有可能有广告啊哈，目前不用香水，对吧？我要为自己留条小活路。OK， 目前不用。双11打算买什么？我个人是觉得，就想我自己而言呢，就想要的时候就买呗，不会特别在一个时间段或怎么样才买。有腹肌吗？一点点。最近忙不？忙的时候忙，不忙的时候就比较轻松。这太快了，等会我有点看不清楚。眼睛的直径几厘米？我怎么会知道？每天几点睡觉？这个真的不一定。我会看 schedule 睡觉，就是我们通常都是晚上收到这个过几天的行程，然后我就会看。明天如果特别早起的话呢，我就会立马就睡。如果明天还好的话，那我可能就会再打会游戏啊，或者再吃个宵夜啊，然后再睡。鼻孔的直径哦 ，nice question， 我怎么知道呢？
穿秋裤了吗？没有。我的手多大？这是我手的大小。肩膀多宽？这个我真的回答不了你，没什么东西可以量出来。宵夜吃什么？不知道哎，到时候再想吧。腰围多少？我穿裤子的话是这个28，但是28的裤子它这个怎么说呢？有些地方会就是怎么说呢？有点小，所以我通常我的腰是28，但我会穿29的裤子。视力特别好，今天也去测了这个视力，虽然不是最好的，但是我测完，然后护士也说，哦，你的视力是非常的好。鞋码41、2，还是穿的算是比较大。头多大多重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反正蛮大的。多少根头发？哦，哈，问得好。喜欢留长发还是短发？都试一下嘛，反正也不会怎么样。手指有几根？哦，1、2、3、4、5、6、7、8、9、10根。几个耳洞？1个，这边没有，右边没有，左边有。额头的面积，哦，不到1平米。嘴能张多大？脖子多长？不到1米。家产多少？不到2000个亿。几块腹肌？不到32块。几颗牙齿？哎，太难了，数牙齿。几十颗吧。几颗智齿？我是可以回答你们的。我有3颗智齿，然后有一个是有这边还是这边的上面是没有的。对，我只有3颗智齿，然后3个智齿里面呢，有1颗是横着长的，好像是这边对，所以这边的没了。然后好像还剩这里的上面和下面吧，对。几个屁股是什么意思？
银行卡密码是多少？哦哟，好问题哟。衣服穿多大？我衣服穿的越大越好。对，我比较喜欢 oversize。喜欢的颜色，我喜欢粉色、黑色、白色，灰色也还不错。理想身高，我理想身高其实是也不贪心，1.78米是我的理想身高。支付宝密码是多少？手机号是多少？不回答。喜欢什么天气？哎，这是个好问题。我喜欢秋天凉凉爽爽的天气。好了，最后一个问题，我看一下好了。有什么问题呢？找一个有意思的话题聊。几岁了？哎呀，好问题，好问题，几岁了 ？OK， 我99年出生的，所以过完生日了，所以我是22岁，谢谢。OK， 没了，没了，不回答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我相信大家也非常的了解我啦。对，我打算点饭啦，因为我现在是用我的手机在直播，我要用我的手机去点饭，所以呢，拜拜，拜拜，我要去脚蹦啦。